Volvo Malaysia 在2021年11月底的时候，为 XC60 推出了一个升级版本，价钱做出了调整，换上了一套新的作业系统，再来外观造型上面也做出了一点点的修改，是小改而不是大改。Volvo 在车头的部分做了细微的改变，同样有21个镀铬饰条组成的前格栅，但2022 XC60 在 Chrome 的中间加入了黑色的元素。而且之前的竖条是直直一条的，现在的竖条是有弧度的，看起来更有水准。你再仔细去看的话，中间的 Volvo logo 也有一点不同，之前那个是空心的，现在这个是实心的。再来 Front Bumper 下面也用了全新的设计，特别是在 Fog Light 雾灯的那个地方， Front Skirt 前裙的地方也用了更多的镀铬材质。Rear Bumper 也是加了一条镀铬饰条，然后把双边的单出排气管给抽掉，所以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没有排气管的 XC60， 那它肯定就是2022年版本的 XC60。 XC60 的后座很宽敞，因为中间要放锂离子电池所以冷气出风口就只可以设计在两边的柱子，这边有Bowers & Wilkins 的 speaker， 还有一个全景式的玻璃天窗。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中间凸起来的地方影响了乘坐空间。但是我个人最喜欢 XC60 的地方就是它内建了 Child Restraint 儿童约束装置，就是一个 built-in 的 Child Seat， 它提供给3岁以上的儿童乘坐，但至少要有95 cm 的身高，体重介于15到36公斤。我老板现在2岁13公斤，所以还是要乖乖做回传统的 baby car seat 啦。XC60 B5 和 T8 的行李箱空间都有505公升，而 BMW X3 X-Drive 31只有450公升。因为 Volvo 把锂离子电池放在车子的中央，而且在后悬挂的地方用了轻量化的 Leaf Spring 板弹簧，绿色的那个取代了一般的螺旋弹簧，多了很多空间。放下一个 stroller 和一辆 taxi 都没有问题，我老板叫那个 scooter taxi 啦，不要问我做么。2022 XC60 是马来西亚第一款采用 Android Automotive OS 作业系统的车子，简称 AAOS。 传统的 Android 都需要依靠手机才能够使用，但 AAOS 让这一块萤幕自己就是一台手机，能够独立使用 Google Map、Google Play 和 Google Assistant。 但坏处就是它只有 Google Map， 我找不到 Waze， 而且 Apple 手机用户也没有办法使用 Apple CarPlay。但是 Apple CarPlay 有的东西 AAOS 几乎都有了，所以你就 give and take 啦。它的动力来源自一个 2.0L 4气缸的 Turbocharger 和 Supercharge 引擎，再搭配一个电动马达，然后还有一个 11.6 kWh 的锂离子电池，所以很明显的 Volvo XC60 是一个油电混合 Hybrid 的车子，而且它还是一个 Plug-in Hybrid， 就是说它能够以纯电动行驶45公里。好像我现在处于 Power Mode， 就是引擎跟电动马达同时在驱动车子，可是我是能够主动的关闭掉我的引擎，就选择 Pure Mode。OK，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 XC60 呢，它就变成了一辆电动车，纯电动车。因为它后面的这个电动马达呢，能够为车子提供87 PS 和240 Nm， 所以后轴呢，它是由电动马达所驱动的，那前轴就交给引擎。然后这个引擎呢，搭配 iSHIN 的8速自动变速箱，它能够输出320 PS 和400 Nm。所以320、400加后面的87和240，它一共就有407个 PS 和640 Nm， 也让到这个 XC60 T8 或者 XC90 T8 拥有这个非常夸张的动力数据。就它虽然是一个 2.0L 车，可是在电动马达的辅助下，它已经比很多的 3.0L 6气缸的 Turbo 引擎还要来的厉害啊。这个车子我当然不是第一次试驾，不过因为之前我在试驾 XC60 的时候，真的是过了超过1年的时间。如果
果你有看回去那一支 video， 那时候我的大老板还很小吧，现在也还很小啦，right？ 所以今天为了要重新 refresh 一下我的记忆啊，刷新一下这辆车子，因为我相信不久后我又要试驾它的 competitor， 就是 BMW X3。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这边要提醒各位 ，Volvo XC60 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 BMW X3、Mercedes-Benz GLC 和奥迪 Q5。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是 T8 版本嘛，价钱是325千左右，所以呢，它只有一个 competitor， 就是 BMW X3 xDrive 31。不过 BMW 的 X3 xDrive 31，无论在马力、扭力0到100。还有里面的设备等等都完全不用跟 XC60 来，所以其实不只是 XC60 啦，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哪一个车子，我们讲 XC40、XC60、XC90、S60、S90、V60 等等，没有一个相关 Volvo Malaysia 的 spec 会输给 BMW Malaysia 或者输给 Mercedes-Benz Malaysia 的，没有。它的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啊，你想得到的，你想不到的，你用过的，你没有用过的，它都有。很多时候我在介绍这些 BMW、Mercedes 甚至是奥迪的时候，你都会觉得马来西亚的 spec 不够外国的 spec 来。可是你千万不用担心 Volvo Malaysia， 因为它从来在 spec 方面不会令你失望。像这个保伟 Wilkins 1100瓦15个 speaker 的保伟 Wilkins 音响，你知道 BMW 其实也有保伟 Wilkins，Mercedes 也是有很 atas 的，可是一般上本地的代理商并不会去加这个东西给你，有其中一个最大原因就是因为 Volvo， 当然马来西亚售卖的 Volvo 几乎都是在马来西亚生产的，包括那个纯电动的 XC40 都是在马来西亚组装。但跟其他的 BMW、Mercedes 不同的是啊 ，Volvo 它不只是在马来西亚组装给马来西亚的市场，它同时也要输往这个外国的市场，像它可能要出口到台湾、出口到香港、出口到泰国、菲律宾等等的市场。所以毫无疑问的，你开着一个407 horsepower 640 Nm 的 SUV， 在 highway cruising 你走着100多的时候，车子是非常非常的稳。窗外的噪音控制到非常的好，这个 Pirelli P0 SUV 轮胎的噪音，我觉得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啦，而且这辆车子在任何的 pillar 啦，都没有很明显的那些风切声啊、风噪声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辆车子真的是Volvo 还是 Volvo， 你知道吗？它有它的这个安全感啊，不只是系统上面的安全感，你在开着这辆车子的时候，你知道可能 Mercedes 到这个价位它会给你 AMG Line， 那 BMW 到这个价位它会给你 M Sport， 可是你可以看到 Volvo 我知道国外有 XC60 R Design， 可是马来西亚的 XC60 呢，给你 Momentum 或者是 Inscription Plus， 所以在 Inscription Plus 里面呢，你感受到的就是 Luxury、Bentley、Rolls-Royce 那种 Luxury， 保伟 Wilkins、Oriel Force 的瑞典水晶排挡感，很 Scandinavian 的这种简约风格，很 Minimalism 的这种 Driftwood 漂流木，整体上你就是坐在一个非常非常有北欧风情的一个车厢里面。但是呢，这个系统它并不是这么实用，因为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用 screen 来调整 aircon， 它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按钮给你调整冷气的大小还有温度，你必须要透过这边去按，你就给我2个独立按钮就好了。aircon 我姑且还可以接受，但是我最不能接受的是 drive mode 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们说豪华品牌 Mercedes、BMW、Audi 都有独立的按钮给你切换 drive mode， 可是 Volvo 呢 double A， 你必须要进去 drive 这边才可以给你选择 Hybrid、Power、Pure、Off-Road 或者 Constant All-Wheel Drive， 感觉上它并不鼓励你去用这些功能因为它的 default 就给你在 Hybrid 就可以了，你不要去调，因为基本上 Hybrid 已经是一个很全能的一个 driving mode 了啦，系统帮你决定什么时候用油，什么时候用电什么时候是 front wheel drive， 什么时候是 rear wheel drive， 什么时候是 four wheel drive。那这种什么 power mode， 除非你真的是对动力有很大的渴望，你才去 switch 啦。那它叫 power， 它不叫 sport。你可以看到它连 sport 这个字它都懒惰用，对不对？它就是尽量不要给你这种模糊焦点。Alright， 它就是一个很 comfort
一个很舒服、很 luxury 的东西，而不是过于去强调说要很 sport 什么啊。这点我个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觉得 SUV 你是 DBX、Urus 那种另当别论啊。我们说一般 daily use 日常使用的 SUV， 我觉得过于去强调 sport 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好像 GLC 他跳到妈妈都不认识你这样子，叫你买 SUV 有什么意思呢？叫你不如买一辆 Coupe， right？ 看到我前方的这个景象，你就知道我现在在哪里，我准备要去哪里。可是跟平时不同的是啊，我现在不是开着 Golf R， 我不是开着 Air45S， 我也不是开着 M850i， 我不是开着 Ferrari， 我开着的是一个2151公斤的 SUV。我是打算慢慢上去的啦 ，OK， 所以我所有的驾驶行为都会非常的保守。OK， 我们来看看哈，点一点 brake，OK，so 踩油。Apex， 哇！你 feel 到那个 traction 啊，那个 grip 啊，这辆车子很 smooth 啊，而且它的 steering 啊很准啊。哇，我本来担心这辆车子可能会俩波球啦，不过你讲抓地力它可以，然后你讲动力完全没有问题。你看踩油，哇，它很凶哦，这辆车。踩油。这个 braking 也 OK， 因为一般上这种 hybrid 车哈，有时候他们的有这个 regenerate energy 的这种 braking 在那边啊，所以每次你踩 brake 有时候你会 feel 到它比较难踩，你要踩比较大力或者比较踩。可是我这样子驾 OK， so far 不用说特别去注意这个brake pedal， 哇，身轻如燕，可以哦。As you can see， 这里应该下了一点点时间了。等一下啊，我现在出去，你看就是这样哦。我现在想要换 driving mode， 你看我在这种弯来弯去，需要这么注意路面，我还要去看这个 screen 到底什么 mode， 这个东西是不是很 make sense 啦 ？OK， 我现在去到 power mode 啦，因为这边告诉我呢，当它去到 power mode 的时候，它会 enhance steering and suspension feedback and optimize power for sportier driving。我读完我都不懂去哪里了咯。right， 所以因为这个是改款版了的 XC60 嘛，所以它这边是没有得给我去调整这个 steering 要 sport 要 comfort 还是什么，它直接写 steering feel firm， 哇，超级白话文呢。Of course， 它的 steering feel 不能够跟 BMW 比啦，因为 BMW 毕竟是以这个转向柱的这种指向性为准。其实我们单单看数据哈，640 Nm。哇，你知道如果是 without 这个混合动力系统啊，你单单是一个汽油引擎要混到640 Nm 是你要多少 cc 才能够炸出640 Nm？ 如果是 NA 的话啊，你自己算下啦，6000 cc、7000 cc 你才能够炸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驾着 Volvo 的这个 T8， 它真的是它累积了很多经验啊。你看它累积了汽油引擎的经验。它累积了这个 supercharge、turbocharge， 这个 electric motor、锂离子电池，整个东西整合到来，它有无穷无尽的动力。不过它不会鼓励你去用这些动力 ，right？ 就好像你的银行有很多钱，你不一定要给人家看到，但是人家要你拿出来的时候，你也不用说很出力，你只要稍微动一下，哎，钱就出来了，这样子啦。You know what I mean？ OK， 趁着CR3的这个时候呢，我就来做一个实验。因为这台车子是有 Pure Mode， 就是 Electric Mode， 它告诉我可以走5公里，纯电动走5公里哈。OK 啊，无论是 Plug-in Hybrid 还是 Electric Vehicle， 这种时候你一 brake， 它会将刹车时候所产生的热能，还有你轮子转动的这个扭力，去转换成 power 储存进它的 battery。所以刚才是可以走5公里，现在我的纯电动马达可以走6公里。基本上你是能够让这台车子的引擎完完全全的睡着，它可以一路从山顶睡到山脚都没有问题的。
它的官方数据是跟你讲纯电动可以走45公里啦，不过马来西亚你要一开 aircon 大概是35公里左右罢了，所以即便是你的 battery 零了 ，OK 没有电，完全没有电，你都可以透过这个一直下山的这个recharging 的这个所谓的 recharge 啊，来去为这个电池一直不断的在充电。后面的电动马达能够提供87 PS 和240 Nm。So 它是用电动马达在驱动它的后轮。刚才我开始录的时候，它是讲我可以走5公里，现在我已经可以走7公里了。我的车子继续往前的走，我的 battery 继续的 charge。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东西啊，我们不能够只是说电动马达让这台车子比 non-hybrid 的重了300公斤，然后2000多公斤的车重影响它的 body roll， 然后走 highway 很自由这些东西。可是你每一下 brake， 它都在 recharge。So 我相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Volvo 改变了他们的 marketing strategy， 一直不断的去强调 recharge， 甚至把 recharge 也印在车子的这个门槛条这边，让你知道我是一个 recharge 的车，我可以 recharge， 别的车子不能。纯汽油的车子不能，柴油车子也不能。你如果开的不是 PHEV， 你每一次在踩 brake， 你会觉得很伤你的打压，很伤你的 brake P， 可是你看你每一次在扫一个 corner， 它有可能增加了 0.5 公里。我觉得开着 PHEV 的车子的人也不少了，马来西亚，我们说3301、5301、X5、Volvo 的各种 T8 车型所以很多的车主其实都有享受到这个电动马达带来的利与弊。OK， 当然如果你不是跑山路的，可能是弊多于利啦。不过东西是这样子的嘛，你不一定要用到，不过你要用到的时候，你拿出来8公里。当我处于 Pre Mode 的时候，车子同样是非常好的操控。你看它的 brake， 哇，它 brake 到很及时，可是你不会有错。不会有顿挫的感觉 ，everything so smooth, so nice, just fine,我现在已经走了很远了，然后我的引擎还在睡着，因为你知道，在云顶下老山过后这一段路，它其实都是一直处于一个下坡的状态。那你处于 Pure Mode 这个纯电动模式来讲，你跑到110再快都可以。你知道以前我开 GLC 43，哇，那个 V6 的声音，你开卡宴 3.0 V6 或者 2.9 V6， 或者 Maserati Levante 3.0 L V6， 哇，那种引擎声浪都会一直给你一种很澎湃的感觉。可是这个 XC60 虽然它有400多 horsepower 600多 Nm， 可是它少了那种那种肾上腺素飙升的那种热血的感觉。even 你现在突然间去到 Power Mode 没声柴油，nothing， you won't feel it。当然你在 Pure Mode 引擎完全睡着的话，你就只是听到轮胎的噪音，还有窗外的风声不是风切声它没有切进来所以我现在已经看到 KL Tower 跟那个 Merdeka 的，就是全世界第2高的大楼，因为现在开始过了那个下坡的路段了，它又上回来了，所以我只剩下2公里。但是如果你嫌钱多的话啦，你可以按下这个 Charge 的 button， 它就会用引擎的动力去帮电池充电。But trust me，这是一个很浪费钱的事情来的，因为你会发现到，当你用引擎帮电池充电，你的油缸的油会下到很快，快到你觉得是不划算的东西来的。OK， 所以我现在已经到了 Plaza do Gombak的 door。刚才我在半山再上一点的时候，我的油缸告诉我可以走350公里，我已经走了20多公里，到这边我的油缸还是可以走350公里。See， 看到不？这个就是11.6 kWh 锂离子电池的好处了。3、2、1 ，Go！ 100。所以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朋友，记得 subscribe 我的频道，也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So， 拜拜 ，cut。就是说，你可以比如说我的悬挂，
我的悬挂要软要硬，然后我的引擎模式要这样子，它没有，它非常的简单啊，所以就变成有时候，比如说我现在用这 Hybrid Mode， 我想要让 Suspension 比较 comfort 不能够，所以它就是其实是好的，因为对大部分的驾驶者来讲，他们平时可能也没有这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功能要怎样用，所以他就让那一些平时没有什么喜欢调 Driving Mode 的人，就直接 Select Hybrid Mode 就走就好了。当你真的是需要动力才转去 Power。So基本上我不满意它的地方就是这两个地方。那我满意它的地方就是在于呢，这个 XC60 它虽然不像 XC90 这样子有那个什么Air Suspension 空气悬挂，因为它用的是叫 Dynamic Chassis， 就是一个不能够像 Air Suspension 这样子调整车身高度的。可是我觉得这辆车子过蹲在一些烂路的表现是非常的舒服，肯定舒服过 Mercedes-Benz， 也肯定舒服过 BMW。然后它让我觉得它就是有 Lexus 的舒适程度，可是当它要 Sporty 的时候，它又能够给到你 BMW 跟 Mercedes 的 Sporty。所以 overall 我觉得 XC60 T8 呢，它就是介于Lexus RX 和 BMW X3 X5 这样子的一个中间点。当然这辆车子的卖点就是它的安全辅助系统，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 Autopilot 就是它能够达到 SAE Level 2的这个半自动驾驶的。